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？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，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？是四季轮转的天地，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？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，冲上云霄，结果超乎你的想象。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，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，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。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，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，50分钟的空中旅程，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。从现在开始，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。沿江而上，遇见上海第一条不同凡响的天际线。长江在这里接纳了它的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。当它流经这座灯塔时，意味着这条全长6300公里的大河即将汇入东海。1个世纪前，上海的价值从这里被发现。前方的海洋让上海与世界相连。深厚的长江能够深入中国广阔的腹地。通达是这座城市最原始的资本。沿着黄浦江溯流而上，不远处就是外滩。飞行在黄浦江上，临江而建的20多栋西式建筑，是外滩最显眼的标志。曾经，中国近1半的财富都被外滩揽入怀中，但它拥有的仅仅是1500多米的滨江地段。外滩的前身是片泥泞的浅滩。鸦片战争后，上海被迫成为开埠通商的口岸。来华的英国人一上岸就看中了外滩。外滩的历史在这一刻发生转变。气象信号塔位于外滩的南端。19世纪末，这座信号塔通过悬挂不同的旗帜，为船舶提供气象信息。
信号塔的顶部曾经有一个巨大的黑色铁球。12点一到，铁球准时落下。那一刻，人们同时按下钟表，校准时间。20年后，外滩上的另一座大楼装上了更先进的计时器。这座大钟从英国远道而来，并设置为东八区时间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时间。那时，全球化的世界正在形成之中。上海率先采用统一的标准时间，跟上了世界的步伐。随着上海开埠，许多金融机构涌入外滩。这座白色穹顶的大楼曾经入驻过一家实力雄厚的银行。源于罗马建筑美学的3段分化设计，使整栋大楼庄重而不失典雅。这种通过稳重的建筑外观增强储户安全感的方法，今天的银行大楼仍在使用。这条连接外滩的道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。租界时期，南京路只是条小土路，英国人喜欢在此遛马，人们就把它叫做马路。从马路起步，中国人奔跑在通往近代化的道路上。上海的第一盏电灯，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就诞生在南京路上。接下来的旅程将跟随河流，探寻上海最早的工业基因。古老的工业厂房如今辐射艺术力量，传统的行业正在努力成为标杆。苏州河是古代上海通往临近城乡的主航道。开埠前，它被叫做吴淞江。来到上海的外国人发现，沿着这条河可以抵达苏州，于是给它取名苏州河。苏州河的终点有一座110岁高龄的大桥。1907年，大桥落成，因为不收过桥费，它被称作白渡桥。白在上海话中是免费的意思。大桥前方的水闸每天开合2次，调节河流水位。水闸打开时，苏州河就汇入前方更加开阔的黄浦江。黄浦江从浙江发源，一路向东穿越上海。20世纪初，上海工业高歌猛进，人们需要更大的河流运输原料，提供水源动力。当苏州河捉襟见肘，精明的商人转而选中了黄浦江。是由它点亮。
如今，电厂变身为艺术馆。老厂房的巨大空间，最适合装下当代艺术的奇思妙想。古老的建筑被重新利用，而一些传统的行当，在岁月打磨中重焕生机。造船是上海的家传技艺。100多年前，黄浦江畔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厂。如今，几乎所有种类的船舶都可以在上海建造。这艘载重量32万吨的巨型原油船，正在进行船身结构的搭建。它的造价接近8000万美元。外高桥船厂每年产出20多艘不同的巨型船舶。这是一趟时间之旅。建筑是岁月的时钟，融入这座城市古老的生活秩序。辗转不同的楼宇，感受乱世中的城市胸襟。老房子看得见风景，更看得见传奇。距离上海市区不到50公里，有一座古朴的小镇。开埠前，以小苏州自居的上海，就是这样的江南水乡。朱家角已经度过了1700年的时光。在上海，和它年岁相当的，还有一座古老的寺庙。相传，龙华寺始建于三国时期。唐朝年间，武则天为它捐建了第1座佛殿。1000年来，龙华寺香火不绝，它成为上海人新春祈福之地的首选。这座城市常以年轻的面貌示人，实际上，它收藏着不少时光印记。在上海的闹市区，隐藏着一座精致的江南园林。御园原是明代的一座私人花园，它身处喧闹繁华的都市，但园内充满了山林野趣。御园的热闹在元宵节被推到极致。生肖彩灯是灯会的主角，今年是雄鸡当道。跟随着人群前进，前往熙熙攘攘的九曲桥。民间传说，鬼怪只能走直线。新年到九曲桥上走一走，
可以躲避鬼怪，去掉晦气。豫园的灯会传统从清末开始，一直延续至今。变化的时代里，总需要一些不变的风景。它提醒每座前行的城市，时刻不忘初心。发生战乱，大量百姓逃往上海避难，一时间房子成为紧俏货。为了节省空间，房地产商引进了英国联排建筑形式。富有的人家可以买下一排石库门，条件一般的往往10几户合住在一栋里。石库门不仅安抚了生活，也见证了历史。1921年，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在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。28年后，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在东方诞生。老建筑在上海并不罕见。长阳路一带的摩西会堂是上海著名的历史遗迹。这座隐蔽的小院常常吸引外国人驻足。院子里的墙壁上镌刻着1万多个名字。这是一群曾经在上海生活过的犹太人。摩西会堂是当时他们的宗教活动中心。2战时期，为了躲避纳粹迫害，3万犹太人辗转来到上海。这里是当时唯一不用入境签证的避难地。这座雕像定格了一个感人的瞬间：一个上海女人为犹太女孩遮风挡雨。飞往城市的西南角，与上海的旧日时光迎面相逢。整座影视城目之所及都是上海滩的经典场景。不少有关老上海的影视剧都在这里拍摄。有轨电车最受青睐。流水般的剧集里，它是雷打不动的出场道具。
10几位演员通过巧妙的调度，就能制造熙熙攘攘的上海街景。谍战剧少不了飞檐走壁的动作戏，不用担心声调微压，演员总能顺利脱险。变幻的场景，迷离的江湖风情，上海总能引发人们永不枯竭的好奇。这趟旅程，我们将去触摸这座城市的金融王冠。上海的老面孔正在追赶时代，飞上高空，俯瞰人类创造的垂直世界。每天清晨，第一班轮渡搭载着人们跨越黄浦江，赶赴各自的营生。轮渡曾经是浦江两岸最主要的交通方式。1976年，黄浦江上架起了第1座大桥。之后，大概以每3年1座桥的速度，人们不断丰富着两岸联。东方明珠是浦东资格最老的前卫建筑。它的本职工作是向全上海传播电视信号。东方明珠造价8亿元，建成时它的高度在全球电视塔中排行第3。夜晚的东方明珠变换不同的色彩，蓝白灯光最常见，粉色一般出现在节假日。奥运会期间，东方明珠亮起国旗红。2015年，巴黎遭遇恐怖袭击，他则换上法国国旗色，为巴黎默哀。色彩转换之间，东方明珠呈现一个有态度的上海。这座淹没于高楼之中的建筑，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起点。1990年，新中国第1家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挂牌开业。3年后，这座资本殿堂落成。1楼大厅可以满足1600多位交易员同时交易。据说，股民们蜂拥而来，没能挤进场内的股民用上了望远镜，甚至购买对讲机用于里外联系。
金茂大厦是陆家嘴第一栋超过400米的超高层建筑，修长稳健的外观酷似中国宝塔。八角形的建筑样式，楼高88层。中国人钟爱的数字8，在设计中被反复使用。你可能想不到，将中国传统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的，是一位来自美国的设计师。在大楼边缘，我们发现这群挑战者正在尝试云端漫步。他们身处的无护栏步道距离地面340米，可以想象，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心悬一线的奇妙体验。金茂大厦旁的环球金融中心，顶部有一个梯形洞口，人们给它取了个外号，叫做起屏器。492米高的大楼，好比一张风帆，越高就越招风。设计师大胆地在建筑顶部留出风洞，让风从中穿过，以此降低风力对大楼的冲击。很快，环球金融中心的身旁出现了一位更高的邻居。地能耗的高塔，大厦顶端的分洞口安装了270台风力发电机，用来收集高空风能，提供大厦部分照明用电。楼顶的塔关部分设计了螺旋形的雨水收集系统，将雨水导入巨大的水箱，供大楼循环使用。这块寸土寸金的土地上，每一栋大楼都是站着的金融街。从陆家嘴辐射上海，这座城市的金融中心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。时光倒回30年前，这里还只是一片茫茫田野。它幸运地赶上了上海急速发展的时代契机，浦东成为新的造梦地。
摩登都市里上演着传统的相亲。童话世界的欢乐颂正在唱响，动物王国的狂欢还在继续，上海的新奇之旅永无止境。向南飞行，我们迎来了一座欢腾的乐园。在迪士尼乐园诞生的第60个年头，这座童话城堡终于来到了上海。园区里耸立着全球最高的迪士尼城堡，它的原型是德国的新天鹅堡。但城堡顶端安上了中国人最喜欢的牡丹花。迪士尼造价340亿人民币，极致的体验感是它俘获游客的法宝。城堡旁的公园借鉴了离迪士尼乐园不远的地方，住着来自5大洲的动物朋友，难怪人们叫它动物联合国。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澳大利亚的国宝袋鼠。对于飞行器的到访，袋鼠显示出极大热情。来自非洲的虎猛害羞又好奇，它们眼眶边上的黑色暗斑是一副天生的太阳镜，即便在烈日之下，它们依旧可以直接下来，我们去看望远道而来的火烈鸟。粉色羽毛的被称为大火烈鸟，红色羽毛的则被唤作古巴火烈鸟。其实，红色并不是火烈鸟的本来羽色。
它们从食物中摄取的色素被分解成红色和橘色的微粒，储存在身上。火烈鸟因此披上了一身亮丽的外衣。动物园里生活着庞大的熊家族。穿着黄色 V 领衫的是东南亚的马来熊，手舞足蹈的是棕熊。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不仅和睦相处，还有着共同的爱好。为了美食，一起爬树，一起攀车，他们是动物园里名副其实的熊孩子。黄浦江南岸的林地里，生活着一群形似小鹿的动物。成语“獐头鼠目”以它们为例，形容人相貌丑陋，神情狡猾。以貌取人并不公平。其实獐子十分胆小，战斗力几乎为零。寻新兴的科技力量，感受令人振奋的中国速度。参观一座超级工程，见证它汇通天下的愿景。
这片静谧的土地，在飞行途中与我们不期而遇。崇明岛位于长江入海口，距离上海市中心仅有40多公里。长江携带着泥沙，冲击出这座海拔不足5米的岛屿。1300年来，它从未停止生长，直到今天，仍然以每年200米的速度持续向东海推进。在岛屿的最东端，是一片河口滨海湿地。夏天，东滩湿地正在享受它的悠闲时光。可一到秋末，它就成为繁忙的交通枢纽。数万只候鸟来到这里过冬。声势浩大的迁徙中，小天鹅拥有最强的毅力。它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发，每天的飞行距离将近1000公里。就像我们熟悉的描述一样，它们一会儿排成个人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一字。借助顺风飞行，巧妙地变换队形，鸟儿在飞行中可以省下不少力气。看来，实用性才是成就这种经典队形的原因。
在倾听宇宙的动静。它通过接收来自太空的无线电信号，帮助人类感知100亿光年之外的天体。2013年，天马望远镜与北京、新疆等地的5台望远镜紧密配合，为嫦娥3号月球探测器指路，让它准确地降落在月球上。飞行在东海之上，这座蜿蜒的大桥将带我们横跨大海。这是全球第2长的跨海大桥 ，S 型的身段让它在32公里的路程中，尽可能少地受到洋流的正面冲击。在它连接的小洋山岛屿上，坐落着一个世界级集装箱大港。洋山港